什么时候 V10啊，陈老板？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注。第560章，还有后招。Ban Pick 环节还在继续，接下来是 Quick 战队最后2个选人。这2个选人至关重要，因为 Prime 战队是真的不知道 Quick 战队是否还有后招。同时，2名解说也在对现场的情况进行预测。剑南 Quick 战队显然准备放大招了，但目前的苏烈和太乙真人只是2个人联动的小套路。要知道，在职业赛上2个人的小套路是很难打出效果的。真正想要克敌制胜，那么就必须要使出5个人的大套路出来。没错，芊芊点头道，边路刘邦的支援让苏烈和太乙真人的双坦克阵型更有坦度了。但 Quick 的这套阵容恐怕还需要其他人的联络。想要克制住 Prime 战队，单凭这3个人还是不够的。另外，中路法师扁鹊被 Prime 战队 ban 掉，这次 Quick 战队中路会选择哪位法师呢？说到这里 ，Quick 战队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。首先是打野英雄，阿牛没有选择之前使用过的那些英雄，在马可波罗被 ban 掉之后，阿牛直接选择了一个赵云出来。赵云这个英雄在职业赛场上的出场率也并不是很高，去年的几个版本调整，赵云变得强力了很多。另外，赵云有输出，有位移，还有被动技能提供的高额免伤，是个非常全面的选手。解说剑南道，芊芊则不由得感叹道：好肉啊 ！Quick 战队的这套阵容真的好肉啊！刘邦、太乙真人、苏烈、赵云，这4个人其实都是可以当坦克使的，真的是太肉了。现在就要看 Quick 战队的中路法师要选谁了，这个中路法师的位置非常的关键。话音未落 ，Quick 战队的中路法师已经做出决定，杨玉环，全场惊呼，杨玉环终于在春季赛场上出现了。是杨玉环？剑南激动道，终于在职业赛场上看到杨玉环了。Quick 战队的套路果然是深不见底，杨玉环非常好的将其余4个人给盘活了。芊芊也点头说道，是，杨玉环这个英雄弥补了扁鹊被 ban 后 Quick 战队的窘境，因为杨玉环有着一手非常出色的恢复能力，完全可以适应不死鸟体系。另外，杨玉环后期的持续伤害非常恐怖，还有着扁鹊没有的控制，尤其是杨玉环的控制范围非常的大，这在团战之中很有杀伤力。现在在排位赛里，杨玉环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 T0 级别的中单法师了。高星王者局的杨玉环非 ban 即选，几乎每一个排位赛里都能见得到杨玉环。剑南道，现在就要看 Prime 战队怎么打杨玉环这个点位，另外还有太乙真人和苏烈，这个阵容真的是让 Prime 战队被肉到崩溃啊！赛场上 ，Prime 战队这边看到 Quick 战队选人结束，韩小军气得差点骂娘，这阵容简直就是流氓。苏哲也深表无奈，看来 Quick 战队果然开大招了呀。旺财皱眉道，这套阵容别说到了后期，前中期打团都很难打死他们。Tiger 大摇其头，太无耻了，这简直太无耻了。这时 Quick 战队最后一个选人，今天的长城也很和平，百里守约。苏哲最后的选择是百里守约，因为再不拿出远程射手的话，就真的打不动 Quick 战队的这套狗阵容了。刘邦的护盾、护甲，太乙真人的双防，赵云的免伤，杨玉环的恢复，苏烈的复活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极强的爆发输出才行。解说剑南也点头说道 ，Prime 战队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百里守约是非常理智的，因为 Quick 战队的阵容实在是太肉了，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利用高爆发收割掉 Quick 战队，那么 Quick 战队的恢复能力马上就会让他们原地复活。Ban Pick 环节结束，双方立即进入战斗。Quick 战队这一次前期打得非常激进，直接朝着 Prime 战队的红 buff 冲去。不过他们的确是有恃无恐，前期太乙真人非常强势，苏烈又有2条命，唯一的缺点是杨玉环的前期能力有限，
没有足够的战斗力。不过 Prime 战队这边也没有认怂，同样是选择入侵野区，雅典娜和百里守约前期的输出足够，这一点不会虚 Quick 战队。我们看到双方很有默契，打了一个互换红 buff 的开局。解说剑南道，这一场比赛依然很有观赏性，而双方无伤拿掉对面的红 buff 之后，都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对方反野了。两支战队又非常默契的在拿到红 buff 之后，转身回了上路野区，于是各自拿到了自己的蓝 buff， 开局一片太平。开局双方打得很激进，但是却没有人头发声，看得出来这一次两边都不保守，都是很想要拿到这个积分。芊芊说道，同时时刻关注着赛场上的局势。苏哲的百里守约在雅典娜拿蓝 buff 的时候回到线上收兵线，三枪狙杀收掉一波兵线，并且成功压制住边路的刘邦。中路游走，限制杨玉环的发育。苏哲沉声说道，清完兵线之后，利用被动技能的快速走位往中路贴过去。杨玉环的劣势是前期，后期则无比强大。一个成型的杨玉环在团战中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恢复，让队友们持续回血，更能够提供足够的输出伤害，温水煮青蛙的消磨敌方的状态。所以限制杨玉环最好的办法就是前期压制，防止杨玉环的装备成型。同时杨玉环的保命技能有限， gank 它的成功率较高。雅典娜、白起和苏哲的百里守约游走中路，中路的 Tiger 则非常狡猾的开始引诱杨玉环上前。但 Quick 的博士是老枪一把，见惯了 KPL 赛场上的尔虞我诈，尽管 Tiger 的嬴政频繁示弱，但杨玉环就是不入河道。这样一来，其实 Prime 战队就很难打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越塔杀人。旺财的白起前期没有硬控，唯一的能力就是扛塔。于是白起一个闪现冲到塔下，放出钩子封锁走位，雅典娜二技能冲锋向前，红 buff 打出减速效果。博士的杨玉环连忙闪现逃逸，这次不走不行了，但落地之后百里守约直接一枪命中，打出了眩晕效果，减速杨玉环。漂亮！芊芊不由得震惊道，长歌的百里守约预判开枪，这一枪留人非常关键。剑南点头道，而且百里守约这一枪伤害很高，杨玉环的状态难受了。白起扛住防御塔，雅典娜得以冲锋向前，二技能给出又是一个位移戳中杨玉环，一技能刷新冷却时间，二技能跟上又是一招穿刺，三枪打出斩杀效果，一血直接到手 ，First Blood， 杨玉环被吃掉一血 ，Prime 战队先拔头筹。精彩！剑南击节长叹，真的是精彩！这一波 Prime 战队掌握到了节奏，百里守约的狙击立功了。而拿下杨玉环人头的 Acon 从一塔与二塔之间的缝隙穿入野区，抄小路逃亡。不过这时 Quick 战队的支援也已经到了，赵云带着辅助太乙真人从后方包抄，闪现加一技能爆炸，太乙真人强行留住雅典娜，掩护。苏哲沉声说道，抬手又是一狙，这一次的狙击将太乙真人命中，为 Acon 的逃生争取了足够的时间。可惜旺财的白起在前期的保护能力有限，无法去帮雅典娜解围，好在 Tiger 的嬴政快速走位跟上，一技能释放封锁走位救回了雅典娜的一条性命。简单的冲突结束， Prime 战队占据着微弱的优势。好啊，你他妈多会跑啊你！我操，他反向一技能，他反向一技能确实秀。反向一技能确实秀啊！跟他们打的毫无细节，都不需要任何细节，
瞎鸡巴乱跳。金身还是不要做那么早哈，你做金身做的越早，你越容易犯病。就仗着自己有个金身上去一顿带节奏，我靠，你操作不起来，一个金身原地等死。你中后期掉个脸，那队友心态直接炸裂，输不输另说，队友心态炸了，直接跟你不玩。呜呼呜呼，又捡个人头，香香。有用吗？问你，有用吗？耶，好像不太妙诶，不一定能一波诶。越小能一波。嘿嘿，一下射死了。哈哈，哪来的粉钻啊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粉钻是我给的，我没有给你哪来？